我们的人生似乎总是在两种模式之间摆荡，一种是追随结果，另一种是追随频率，追随能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越是用力去追逐某一个特定的目标，某一个你渴望的不得了的未来，它反而像手中的沙，抓得越紧，流失得越快？而那些真正能让你感到深刻喜悦与满足的奇迹，却往往是在你不经意间，在你最放松的时刻悄然降临。Hello， 我是艾菲。过去10几年，我以一个匠人企业家的身份，在商业世界里打造品牌，创造价值。但我发现，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生命里，那些真正重要的突破，往往不是来自于更精密的计划、更强大的控制，而是来自于某一个我选择彻底放手的瞬间。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个关于放手的秘密。这支影片我们将一起揭示一个非常深刻的创造法则，如何停止追逐，开始跟随你内在能量的流动，却毫不费力地活出你真正渴望的那个实相。当我们说跟随能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听过顺流、臣服，但这些词汇有时候听起来有点缥缈。为什么说当我们一旦执着于某个结果，有了强烈的预设目标和期待时，这件事情本身的能量就会被我们亲手扼杀掉呢？让我们把这个概念拉回到你的生活里，回想一下，当你极度渴望得到一份工作，面试前你把所有问题答案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在脑中预演了100遍你拿到 offer 的场景，但真正在面试官面前，你却感觉自己紧绷僵硬，说出来的话语好像不属于自己，那种自然的魅力和自信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当你非常非常喜欢一个人，你希望你们的第一次约会完美无瑕，你精心策划每一个细节，内心不断地评估对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猜测他是不是也同样喜欢你。结果整场约会下来，你根本没有真正的在那里，你只是在你的脑袋里跟一个充满焦虑的剧本在对话，那种轻松有趣的连结感就这样被你的期待给扼杀了。这就是执着的代价，它会抽干过程中的所有乐趣，所有生命力，让能量变得凝滞沉重。因为当你执着于结果时，你的整个意识都聚焦在一个点上，那个未来的尚未发生的点，你等于是告诉宇宙，只有当那个结果发生时，我才能快乐，我才能安心。我想跟你分享一个让我对此有切肤之痛的亲身经历。几年前，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型分享会，但在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几乎完全没睡。我的身体感觉糟透了，头痛、疲惫，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一样。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恐惧，我的脑袋里有个声音在大喊：完蛋了，明天的活动肯定会搞砸，我会让所有来的人失望。按照过去的我一定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拼命地喝咖啡，用意志力去对抗这种身体的疲惫，试图去控制局面。但那天不知道哪来的智慧，一个非常平静的念头升了起来。我对自己说：好吧，豁出去了，事到如今，我什么也控制不了了。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我不再在乎我准备的内容讲得完不完美，逻辑顺不顺畅。我唯一的意图就是全然的在那里，享受和台下每一个灵魂共处的时光，并且为他们贡献出我当下所能给予的最大的爱与价值，无论那是什么。我放开了对于一场完美演讲的执着，转而拥抱一次真实的连结。
接下来发生的事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当我站上台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感仿佛都消失了。我能感觉到空气中的能量在震动，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像星星一样闪亮。那些话语不是从我的脑袋里想出来的，而是像一条温暖的河，从我心中自然地流淌出来。现场充满了笑声、泪水和深刻的洞见，很多环节都超出了我原先的任何规划，但它们又是如此的神圣和完美。活动结束后，许多人跑来告诉我，那是他们参加过能量最好、最受触动的一场活动。那天晚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深深地体悟到一个真理：意图的力量远远胜过我们个人的身心状态。当我的意图从我想要表现得很好，一种索取，转变为我想要为你们供 GitLab Pages， 让你的网站免费上线。这是一个 GitLab 官方推出的免费静态网站托管服务，让你可以轻松地将你的网站部署到网络上，而且它还支援自定网域，让你可以使用自己的域名名称来访问你的网站。现价值，一种给予时，整个能量场都改变了。我不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表演者，而是一个被更高能量充满的管道。这就是追随能量与追逐结果最根本的区别。当我们执着于结果，我们就像一个紧握拳头的小孩，什么也抓不住，也什么都流不进来。但当我们张开手掌，信任过程，我们就允许了生命中那些更宏大、更美妙的可能性，毫不费力地来到我们身边。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当你越是想控制某件事，能量就越不对劲。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我相信你的分享也能给予别人很多启发。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放手这么神奇，既然臣服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为什么它却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为什么我们宁愿痛苦的紧抓不放，也不愿轻松的放手？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向了更深的地方，带向了我们内在运作的核心，我们的小我 ego。答案其实很简单，却非常深刻。我们的小我是被设计来求生存的，而不是被设计来求茁壮的。它的首要任务就是透过控制来规避一切的痛苦与不确定性。它像一个尽忠职守的保镖，但这个保镖的字典里没有冒险、扩展和未知的美好，只有危险、威胁和必须待在已知范围内。所以，当你试图放手，进入未知的流动时，你小我的警报系统就会立刻被触发。它会在你耳边大喊：等等，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可能会失败，可能会受伤，可能会被抛弃。待在这里虽然痛苦，但至少我们熟悉这种痛苦。是的，我们的小我宁愿让我们待在一个痛苦但已知的监狱里，也不愿让我们走向一片充满可能性但完全未知的草原。但我们真正害怕的真的是未知本身吗？不，我们害怕的其实是我们过去的创伤，是那些在我们过往的生命经验里，当我们面对未知时所经历的痛苦。可能是第一次满怀期待地交出真心，却换来心碎的时刻。可能是某个被最亲近的人抛弃，被全世界背叛的瞬间。可能是在你最需要知识的时候，却只得到冷漠与拒绝的经验。在那些时刻，未知与创伤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被画上了等号。我们的小我从中学到了一个教训：未知等于危险，等于巨大的痛苦。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再也不要让我们去体验那种失控的感觉。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深埋在我心底很多年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分享它。我的童年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环境中度过。我的父母离异后，家里的氛围经常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焦虑和恐惧。对一个孩子来说，那种氛围是难以承受的。我记得有很多个夜晚，我会宁愿选择被锁在家门外，在冰冷的地板上完成那些被交代的做不完的家务。我会擦地板、洗东西，在那个只有一盏昏暗小灯的阳台上待着。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看，这很残酷，对吧？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在温暖的房间里，而不是被关在门外。但如果你问当时的那个小男孩，他为什么选择待在那里，我会告诉你，因为门外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已知的，那里的痛苦是可预测的。我知道，我只要把这些事情做完，痛苦就会暂时结束。我能控制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痛苦但安全的盒子，而那扇门的里面，那个本该是家的地方，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未知的黑洞。我不知道推开门后会面对怎样的情绪风暴，是冷漠，是争吵，还是无法预测的混乱。那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远比在门外做苦工的肉体劳累更让我恐惧。所以当时的我用我全部的力气去渴望那个已知的牢笼，胜过于渴望那扇门背后未知的自由。那个被锁在门外的阳台，就是我小我为我打造的第一个安全监狱。今天我跟你分享这个如此私密的故事，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想邀请你温柔地看一看你自己的生命，看看你是否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类似的盒子。它可能是一份你早已没有热情，甚至感到痛苦，但因为稳定而不敢离开的工作。它可能是一段已经没有爱，充满消耗，但因为害怕孤单而不敢结束的关系。它可能是一些你明知道限制了你，但因为熟悉而不敢改变的思维模式或生活习惯。这些都是我们成年后为自己建造的安全监狱。我们的小我用过去的创伤作为砖瓦，用对未知的恐惧作为水泥，为我们砌起了一道道高墙。它让我们误以为已知的痛苦比未知的可能性更安全，而放手就是鼓起勇气对你的小我说，谢谢你的保护，但我现在选择了，我要走出这个盒子，我愿意去拥抱未知。跳出我们个人的挣扎，让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将这个放手与臣服的法则发挥到极致的人，他们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更大的启示与力量。在20世纪初期，有一位名叫尤加南达 Paramahansa 尤加南达的印度大师。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内心收到一个非常清晰来自神性的指引，去西方，去那个物质主义盛行的美国，将古老的瑜伽和克里亚法门的智慧分享给那里的人们。你可以想象，在100多年前，这是一个多么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首先，他几乎不懂英文，他要如何去传递那些如此精微深奥的灵性哲学？其次，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严重种族歧视的社会。一个印度来的灵性导师要如何被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更实际的是，当他决定启程时，他的护照申请被一再拒绝。在任何一个环节，他都有无数个理由可以放弃，可以对那个内在的指引说，看吧，这行不通。但尤加南达没有，他所做的仅仅是臣服于那个内在的神圣指引。
他没有去跟现实对抗，没有因为障碍而感到沮丧或愤怒，他只是全然的信任。如果这是他的天命，那么道路自会为他铺开。他从不为他的演讲做任何规划，成千上万人的演讲，他上台前脑中一片空白，他只是静静地祈祷，让自己成为一个纯净的管道，让神性的智慧透过他的口流出。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他的护照在最后一刻被批准。他在波士顿举办了第一次演讲，虽然听众不多，但那份来自源头的能量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他在西方世界点燃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灵性火炬，影响了后世无数的灵魂，包括苹果的创办人贾伯斯。据说他唯一的枕边书就是尤加南达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尤加南达的故事就像一则壮丽的史诗，它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愿意放下小我的计划、恐惧和控制，全然地将自己奉献给一个更高的目的，成为更高能量的管道时，整个宇宙都会来协助他创造奇迹。他所面对的障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巨大，但他所依靠的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的那份与生俱来与神性源头连结的信任。所以，亲爱的朋友，生命给了我们一个选择，一个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继续活在小我的控制与恐惧中，紧抓着那个痛苦但熟悉的盒子不放，还是在信任中深吸一口气，推开那扇门，臣服于神性的流动，去攀登那座看似艰难但沿途风景无限的高山。真正的旅程不在于你是否能快速登顶，而在于你是否能享受当下迈出的每一步。在这条跟随能量的路上，我想给你几个非常实用的提醒，它们来自于我以及许多同行者真实的体验。第一，请温柔地警惕那条执着的丝线。当你决定开始放手，开始顺流时，小我会用一种非常狡猾的方式把你拉回去，那就是不断地回头检查。你会开始问：我放手了吗？见效了吗？奇迹来了吗？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瞬间，那条执着的丝线就有把你牢牢地绑回了期待结果的旧模式里。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在检查结果时，温柔地对自己笑一笑，然后再把注意力带回到当下。第二，请允许自己接纳能量的起伏。当你经历了一次像我那样高频的创造、狂喜的流动之后，你的身心系统通常会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模式。你可能会感到疲惫、想独处，甚至有些低落。请不要把这当成是退步或我又不行了，这是一个必要的整合过程，就像手机快充之后需要时间散热一样。给自己温柔的空间去休息，这是能量循环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第三，请勇敢地斩断价值等于行动这条深植于我们文化中的锁链。很多人无法放手，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如果我不努力、不行动、不证明，我就没有价值。但真相是，你的价值与生俱来，从你作为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是完整、圆满、无条件的。我们后来的行动不是为了去换取价值，而是为了去对齐我们内在的真实渴望，去表达我们本自具足的价值。最后，我想送给你一个我认为最强大的心法。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又在极力的、痛苦的渴求某样事物时，无论是一段关系、一笔金钱，还是一个特定的认可，试着闭上眼睛，把手放在你的心上，这样祈祷：请帮助我，让我拥有无论这件事发生与否，我都很好的内在平静。请帮助我，让我放下那份非要如此不可的偏好。
你会发现，当你真正处于这种无论如何我都很好的频率中时，你就从匮乏的能量场瞬间切换到了丰盛的能量场。而宇宙总是会回应我们所示的频率，而不是我们所要的东西。当你真正放松下来，不再需要那个结果来证明你时，你所渴望的反而会以最美、最出乎意料的方式来到你的身边。如果今天的分享触动了你，请务必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因为我们所探讨的这些意识法则，正是能帮助你拿回生命主导权的钥匙。坦白说，像这样深入的内容，在现在的演算法环境下，很可能你滑过去就再也看不到了。所以按下订阅，不仅是为了支持我，更是为你自己保留一个可以随时回来汲取力量的空间。期待在下一支影片与你继续同行。